嗨，大家好，我是熊哥，欢迎来到 RPA 教室。继前一集我们分享了 RPA 蓝图，了解各种环境下该如何挑选 RPA 工具。而这一集要来跟大家分享，在企业独有的集中作业这一区块，为什么我们 RPA 现成的中控平台不用，要自建这么多基础建设呢？难道是吃饱太闲了吗？最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们不想被任何一家 RPA 工具厂商绑架，企业用的越多，未来的变更成本就越高。在哪一天 license 费用要涨价，只能被牵着鼻子走。不要忘了 RPA 效益是逐年的递减，因为效益大的流程都已经优先开发完了，剩下来的就是琐碎的作业，成本效益跟人力投入越是需要精算，你老板就会伤脑筋的来问你怎么处理，某某工具都免费了，你还在用那个工具哦。第二，可依照组织内需求来自由搭配 RPA 工具。随着 RPA 设计师或工程师开发经验的累积，各家 RPA 工具都会演变出一套成熟的 framework， 大部分都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模组，撰写逻辑的速度跟稳定度都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会希望保留每一种 RPA 工具的特点。因此，我们不会限制 Nice、UiPath、Power Automate Desktop 等工具，在我们的基础建设上都可以通用。还记得当初接管 RPA 维运工作，工程师是使用 Nice RPA 开发，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重启电脑、重启电脑、重启电脑、重启电脑。对，没错 ，RPA 执行不稳定，工程师就是叫我重启电脑，最高纪录一天内要重启40次。主因是当时 Nice RPA 文献少，工具的自由度高，不同 RPA 工程师开发出来的品质落差很大。错误的程式码又不断地扩散，流程的稳定度非常低，执行时好时坏，所以在改用 UiPath 并导入平民开发后，对于作业单位真的是一大福音。除了自主开发速度快，程式执行也很稳定，终于不用再跟 RPA 工程师内耗了。但是 Nice RPA 我们要换掉它吗？因为要用 UiPath 或者是 PAD 改写的成本太高，我们选择优化。当然，在专业的 RPA 设计师手上，各家 RPA 工具都是好工具。Nice RPA 最后在我手上复活了，还好不用去翻找规格书，耗费大量的时间跟人力重写。再者 ，Nice RPA 的 license 是买断的，这么便宜好用的东西，当然不能浪费咯。这时我进一步的看懂 ，RPA 工具就是一套工具语言，它可以处理基本的程式逻辑。我们把中控平台上的功能拟人化、拆解、移植到便宜的 Nice RPA 机器人上，并且补足各家中控平台在维运上不足的地方。RPA 机器人进而演变出不同的职能，由这些 RPA 军团来协助人类维运，这才是真正的100%自动化。列出主要的8款 RPA 机器人职能给大家参考。1. 作业调度 RPA， 可将特定的作业分派给指定的工作机器人。2. 停机告警 RPA， 指定的机器人如果时间内没有回应，将会寄信通知管理者。3. 收件登案 RPA， 到指定的平台或者信箱收取案件并登记分派。4. 进度监控 RPA， 负责收集目前所有的案件进度并呈报。5. 故障救援 RPA， 当机器人故障的时候，会自动启动机器人救援程序。6. 版本控管 RPA， 部署机器人脚本，并让每一台机器人可以自行读取并执行。7. 密码管理 RPA， 机器人会自行更新密码并执行加解密。8. 软体更新 RPA， 负责电脑内所有的软体跟工具程式更新。上述的这些职能机器人，熊哥保证手把手的工具课程绝对不会有，更没有人告诉你怎么设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维运上会比其他人更为轻松。因为 RPA 设计师有一半的时间以上都在研发新架构，唯有打造先进的机器人部队，才是真正企业级的自动化。既然都学 RPA 程式开发了，还不来自建机器人吗？当然要使用其他的 RPA 工具来打造也没问题，设计概念都是一样的。而熊哥的团队设计出来的 RPA 大军还有下列特点：第一，免 server， 不需要额外架设伺服器硬体；2，高资源度，各家 RPA 工具都通用，不用担心被绑架；3，自行修复 ，RPA 作业故障时，救援 RPA 会自动介入；4，一键重置 ，RPA 电脑异常需要重启，一键可以完成；5，数据分析，可自行寄送每月的 RPA 执行报表；6，手机监控，不需要整天盯着电脑，可透过手机跟 RPA 互动；7，省空间，不需大量萤幕键盘滑鼠，机器人有家可以住。8. 费用低，硬体要求资源不高，单机版安装容易。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 RPA 讲师有没有自行参与维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有经验的 RPA 设计师
可以打造出魔鬼终结者。没参与维运的 RPA 讲师只能教你打造扫地机器人，并不是讲师不会设计哦，而是唯有真正经历过才能理解维运人员的痛点，针对这些痛点打造的基础建设才是最有价值的。许多企业正面临缺人缺工，彼此之间也在竞争。你的 RPA 没有基础建设，时常卡住需要救援，而我们的 RPA 速度快又稳定，一来一往落后的程度只会被拉得更开，而且我们用更少的人力就可以维运大量的 RPA 机器人，空出来的时间都在精进效能跟开发新一代流程，彻底解放人类双手，真正落实 Automation as a Service 的理念，打造高效型的数位人力。如果你刚好遇到我上述的问题，也想要学习自建 RPA 大军，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影片最后要告诉大家，经过我们跟第一批粉丝访谈后，因为 RPA 战场非常广阔，熊哥的团队短时间内没办法顾到各个区块的同学，我们决定开启一个 RPA 许愿活动。只要将你的需求告诉我，我会帮大家挑选适合的 RPA 工具，以及搜寻网络上相关的学习影片。在我们的课程完善之前，有些免费的资源，我们还是可以多加利用的。我们的企业级课程内容很多，光是从入门、初阶、中阶到高阶，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学到最精，因此可以到我们的 FB 粉丝团上依照格式填写，让我们知道，熊哥会亲自帮你们规划。特别是花大钱去上完课了，对 RPA 全貌还是一知半解，更别说要将 RPA 玩到出神入化，不然花费时间心力上了一堆课程，跟自己未来的工作上所使用的 RPA 工具对不上，那就真的很浪费钱了。好的，这一集就先介绍到这边啦。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有任何意见或想要听什么 RPA 血泪史的，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我们下一集见啦，拜拜。